看你长得还不错，要是你肯陪姐姐们玩玩，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别过来！熊哥说了，小区里不准乱来。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熊哥现正忙着抢地盘，哪有空管我们？等他回来，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他还能为了你罚我们不成？为什么？为什么？贼老天，给我一个废物异能，让我受尽屈辱！不！不！不！林远，别怪我，你的异能没用，跟着你只会饿死，没有用的废物。还得是雷哥，雷哥可是地级雷电操控。哈哈哈哈！刷新有什么用？刷新。我的异能不是没用，所谓恢复到某一初始状态，不是恢复到他上一秒的状态，而是恢复到他出场时的初始状态。哈哈哈哈哈哈哈！在别人眼里这是垃圾，但是在我眼里这都是宝藏啊！我不会再任人宰割。不知道爸妈怎么样了，我必须去找他们。一路上，我见到了太多人间惨剧，在这里，人性早已崩坏。站住！什么人？我叫林远，我家在17栋。身份证。就你一个人，你的物资呢？路上都被抢了，只剩下这点吃的了。进来吧，所有新来的人都必须上交1半的物资，然后统一分配。大爷，我想问一下小区的情况。现在小区由熊哥管着，熊哥末世后觉醒了土系异能，护着我们这些人。爸妈！哟，这里还有个漏网之鱼。你家的户主欠了我们熊哥不少贡献点，被赶出去了。这房子现在归我们了。你们把我爸妈怎么样了？赶出去而已。末世里没能力的人就是这个下场。看你长得还不错，要是你肯陪姐姐们玩玩，保证你吃香的喝辣的。别过来！熊哥说了，小区里不准乱来。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熊哥现正忙着抢地盘，哪有空管我们？等他回来，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他还能为了你罚我们不成？住手！谁他妈陈队？怎么回事？他们想欺负我。陈队，你别听他胡说，是他父母欠了贡献点，我们只是来收房子。收房子需要2个人一起，还需要把门堵上。滚！是。你是新来的，叫什么？林远。以后离那帮人远点。等等，陈队长，你知道我父母被赶去哪里了吗？他们叫林建国和王秀美。有点印象。熊哥把所有没有异能又做不了重活的老弱病残都赶到了小区北门外的废弃工厂，美其名曰自生自灭。谢谢你，陈队长。刷新，刷新，刷新。爸妈，等我。
我得把丧尸引开。爸妈，小远，是小远，妈，孩子，你还活着，太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喂，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小伙子，挺有本事啊，能一个人跑到这儿来。背包里装的什么？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的东西。你的东西？在这里只有我的东西。大哥，我儿子不懂事，他包里就一点吃的，我们都给你。爸，晚了，我全都要。你他妈敢打我！给我上！抓住他！老娘要让他生不如死！爸妈，拿着包往后退。你到底是什么人？你也是异能者？要么滚，要么死。怎么回事？丧尸怎么会突然暴动？快，都他妈给老子去顶住门！刷新。这是你的异能是修复。小远，你这异能是？妈，别怕，以后我保护你们。爸妈，你们先吃点东西垫垫。大哥，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别跟我一般见识。从现在开始，这里我说了算。有意见吗？没意见。接管工厂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在绝对的实力和无限的物资面前，刀疤那点威信不堪一击。我让他们负责清理附近的丧尸，而我则负责提供食物和后勤保障。当崭新的物资出现在众人面前时，所有人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敬畏。整个废弃工厂都变得井井有条，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蓝湾小区，熊哥将我父母赶出来自生自灭，这笔账我迟早要跟他算。而且蓝湾小区更好更安全。我们回去是拿回本属于我们的东西。蓝湾小区有高墙，有大房子，我们要建立真正安全的家。什么人？高花，你不是被赶出去了吗？怎么又回来了？我们是来跟熊哥谈合作的。谈合作就凭你们？去告诉熊哥，林远回来了。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林公子。几天不见，林公子这是在哪儿发了笔大财啊？熊哥，明人不说暗话，我要带我的人住进蓝湾小区。林公子，你是不是没睡醒？蓝湾小区是我打下来的地盘，凭什么让你们住进来？就凭这个？你哪来这么多食物？你不需要知道我从哪儿来的，我只问你，合作还是不合作？你想怎么合作？很简单，我的人住进来，我们负责提供一部分食物，你们负责小区的安全，我们共同管理这里。共同管理？小子，你的胃口未免也太大了点儿。我的条件就是这样，不同意，那我们就自己打进去。打进去？哈哈哈哈哈哈！就凭你们这20几号人？陈雪，陈队长，你也觉得我们进不去吗？林公子，你的实力很强，但蓝湾小区有200名护卫队员，硬闯对你没好处。听到没有，小子，别给脸不要脸，把你的食物全部交出来，我可以考虑让你和你的父母住进来，当个普通居民。至于你手下这些人，从哪儿来，回哪儿去。看来是没得谈了。你想干什么？我最后给你们一次机会，让我进去，或者我让这栋楼消失。我没听错吧？他要让一栋楼消失？这小子是饿疯了吗？开始说胡话。他以为他是神仙吗？陈雪，
你听听，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我没有在开玩笑，我数3数，3、2、1。故弄玄虚，给我拿下他！怎么可能？楼怎么突然就没了？楼呢？鬼啊！这是魔鬼！楼不见了！你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们可以进去了吗？可以，您请，您请。蓝湾小区，不，整个蓝湾都是您的了。进城。哼。刷新。你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是一个安稳、有秩序的家。我需要你的帮助。利刃小队，从今天起听从您的调遣。啊！人能不能刷新呢？刷新。我不是被感染了吗？最近有没有一个叫烈火的幸存者团队的消息？根据情报，他们是城东最大的势力，首领叫雷烈，地级巅峰的雷电操控者。就是他们。准备一下，我们明天去拜访一下我们的邻居。什么人？报上名来！蓝湾基地林远拜访烈火基地的雷烈首领。林远？哟，这不是林远吗？怎么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想来投靠我们烈火？蓝湾基地没听说过，我们这里不收闲人，留下你们的车和物资，然后滚吧。听见没有？雷哥让你们滚，我劝你别不识抬举。现在的你，连给雷哥提鞋都不配。林薇，你还记得那个空泡面盒吗？不记得了，赶紧滚！你不记得，我可记得。今天我就是来让你把它吃下去。林远，让我吃泡面盒，你凭什么？就这点本事吗？太弱了。怎么回事？我的雷电呢？你对我做了什么？我把他带过来。小远，我错了，你饶了我吧。我当初也是被猪油蒙了心。刷新。吃。小远，求求你。我不想说第二遍。我错了，这位大人，求您饶我一命，整个烈火基地都归您。记住，这是背叛的味道。陈雪，接管这里。是。解决了林薇，我将精力都投入到了基地的发展和对异能的研究上。我成立了医疗实验室，由我父母负责，专门收治那些被感染的还有救的人。每一个被我治愈的人都对我感恩戴妒，成为了我最忠诚的拥护者。我的势力在不知不觉中滚雪球般壮大。期间，我也遇到过其他的幸存者势力，有友好的，也有充满敌意的。对于朋友，我提供物资和帮助；对于敌人，我没有手下留情。他就是林远，是他一手建立了这座基地，是我们的信仰。渐渐了，林远这个名字成为了一个传说。城主，西边的尸潮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大，首领是一只拥有智慧的 S 级变异丧尸。我知道，有点意思。准备好了吗？希望之城是与您共存亡。我们不会亡，这场末日是时候该结束了。
我面前的泡面可以无限刷新，我脚下的这个世界也可以。一切终于重回正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我总感到一阵莫名的虚弱。城主，那些被您刷新回来的人，他们出事了。你是像我不认识的。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异能不仅清除了病毒，也强行将他们的精神和记忆刷新到了病毒爆发前的那一刻，在他们的大脑里，过去这地狱般的5年被彻底抹除了。爸妈，刷新！你谁呀？敢管我的闲事儿？把刀疤记忆恢复到昨天，刷新。林远，看来你这个救世主也当不长久了。那是什么？这是我在城东废墟深处挖出来的东西，我叫它绝对原石。你的刷新异能对它根本无效，因为这块石头本身就是这个世界最坚固的初始锚点。林远，你不是能刷新万物吗？你现在倒是刷新一个看看啊！你想要什么？把希望之城的控制权交给我，我就把这块石头放在市中心的阵眼上，帮你稳住你惹出来的这场灾难。给我解析分子结构。快阻止他！凭空刷新。城主，这种原石不可能凭空复制，全城10万人不能陪你赌。林威手里的原石才能救所有人。陈雪，你疯了吗？城主，对不起。停止你的强行凝聚，接受林威的条件。陈雪，你跟了我这么久，还是不够了解我的意念。属性刷新，剥夺锋利。不可能，这东西是世界本源的结晶，你怎么可能凭空创造出来？城主，他们的记忆没有继续退化，但他们的情感好像被集体刷新掉了。父亲，终于见面了，窃取规则的变量。你们到底是谁？想干什么？我们是初态守门者，是世界底层逻辑被篡改后自动生成纠囚程序。在我的地盘，还轮不到你们来定生死。群体刷新，能量节点重置。这只是一次警告，变量林远，这个世界的容错率已经耗尽，下一次世界重置将由我们来主导。城主，把我降职吧，或者关进地牢。现在的希望之城正是用人之际，你的账我们留到以后再算。林远，你真的以为你是我儿子吗？爸，你在胡说什么？
你不是我的儿子，你只是一个被执念困住的囚徒。爸妈，你们没死，你们还活着。不，这不是真的！你们就是我爸妈，给我刷新！林远，停止你的无用功吧！过度使用违背常理的能力，只会加速这座城市的毁灭。你是谁？我们经过严密的逻辑推演，只要你继续留在希望之城，这座城市被抹杀的概率是100%。所以，请你立刻离开这里，或者自我销毁。概念刷新，情感复苏。林远，根本就没有病毒，这个世界早就被人刷新过了。我们才是丧尸，丧尸才是这个世界最开始的初始状态。有人在5年前用和你一样的能力，把丧尸刷新成了我们人类。带上利刃小队，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其他人破坏核心设施。我需要时间实验异能来解决所有人。概念刷新，剥夺重力。概念刷新，显化真容。就算我只是一段代码，我也要做一段有温度的代码。规则重写，情感锚定，全体覆盖。物理反击已彻底失效，我必须跨越概念，达到异能的终极阶段。规则定义。欢迎回来，伟大的造物主！你还不明白吗？5年前那个夜晚，发出了一声绝望呐喊，渴望一切推倒重来。就在那一刻，你体内潜藏的足以篡改世界底层规则的力量觉醒了，你的异能在无意识中发动了一次覆盖全球的概念刷新。原来我是灾难本身。你是一个后悔的造物主，你在试图抹杀你自己立定下的法则，所以世界派我们来纠正，抹除这座不该存在的城市。如果5年前是我犯下的错，那我现在就把这个错误彻底刷新掉。法则刷新，同源复铁。刷新，果然没用。林远，你要消失了，对不对？你体内的那种神一样的力量就要失去宿主了。林薇，你心里只有贪欲。概念刷新，心智归零。不，林远，希望之城不能没有你。陈雪，我把这个世界的规则重新交还给你们。从今往后，不会再有丧尸，也不会再有异能。我的异能升华了，原来我就是遗落到地球的世界之种。你来了，第591次轮回的我。
你以为你拯救了世界，对吗？来看看吧。当你把法则交还给世界，失去了刷新力量的约束，隐藏在地球的旧日规则就会苏醒。每一次我们为了拯救世界而自我献剑来到这里，但每一次失去约束的世界都会迎来更加彻底的概念崩坏。现在你有2个选择：走进这里，取代我，成为新的守望者，直到下一个林远诞生；走进这里，你将带着所有记忆和终极异能世界重塑，回到5年前你站在天台上的那一刻。但是你必须亲手杀掉当时那个自己。杀掉我自己，准确地说，是去覆盖掉那个绝望的源头。如果5年前天台上的那个我死了，那现在的我又怎么可能站在这里和你对话？你还在用人类的时间观来衡量刷新的力量，这里是高维枢纽，过去、现在、未来随时可换。当你走过白色的门，你就粘贴到了5年前的节点上，你必须抹除那个节点上原本的你，就是创造末世的你。那这5年算什么？那些只是冗余数据。看看你保留感情引发的崩溃。你管活人叫冗余数据？你真的是我，还是变成了没感情的服务器？不这么做，所有轮回终将虚无。你以为我是第一次劝自己？林远，有590个你来过这里，你知道前590个我选了哪扇门？既没选黑门，也没选白门。他们杀了守望者，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我。你根本不是什么第591次轮回的我，你是那590个我的集合体。你只是在找替你承受反噬的替死鬼。林远，你太聪明了，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你以为我想待在这个没有任何温度的鬼地方吗？在这里每一秒钟都在承受着世界传来的无尽怨念。既然你已经看穿了，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留下来吧。你错了，我不会留下，我也不会杀你。你在找死！你不过是我内心恐惧的具象化产物，这里就是我自己的意识深处，那2扇门不过是我自己给自己的退路。不，这不可能！你还在自欺欺人。你知道刚才那些怪物是什么吗？那是被我剥夺了情感后无处安放的人类集体潜意识，那些被抛弃的感性就变成了那些怪物。我一天不直面这件事，怪物就永远不会消失。而你也是同样的产物。你是我逃避责任的具象化，只要我还在逃避，你就会一直存在。但是现在我不需要逃避了。概念刷新，本源归一。我要用5年领悟的一切，对种子进行世界重构，保留人类的情感，保留人类的理智，将刷新的规则作为这个世界自我修复的隐性逻辑，而不是外在的破坏力量。难道我还是回到了这个节点？我刚才的世界重构失败了。林远，我知道你在里面，快开门，外面的规则又变了。你发什么愣？你的异能呢？为什么我感知不到你的法则变动了？你认识我？你还记得我的异能？废话，你是希望之城的城主，我怎么可能不认识你？可是这里是5年前的出租屋啊，外面的末日还没有爆发才对。林远，你到底干了什么？你仔细看看窗外，这里真的是你记忆中的5年前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还问我？3个小时前，你站在希望之城的楼顶，发动了那个所谓的世界重构。紧接着，整个世界就像是被打碎的镜子一样，重新拼凑了起来。我睁开眼，就发现自己被传送到了一条完全陌生的街道上，而且我体内的精细异能也被彻底锁死了。我凭着对你法则气息的最后一点感应，才一路摸到了这里。你不仅没有把规则重置成功，你反而把世界上所有的平行时间线
和概念维度全部揉捏到了一起。你是说，现在外面是一个概念和时间完全错乱的世界？不止错乱这么简单，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我们所有人都在逐渐被同化成纯粹的数据。如果我们不能在彻底变成数据之前找到重新定义规则的方法，我们就真的要从这个世界上被注销了。这是什么鬼东西？这就是那个破电脑上说的清理程序。林远，你最好赶紧想办法把你的异能找回来。我的刀对这种纯粹的数据聚合体没用。别碰他！这是什么意思？陈雪，我们都被这看似科幻的表象给骗了，根本就没有什么数据世界，也没有什么清理程序代码。我的刷新异能本质上是触碰和定义事物的初始概念。刚才那只所谓的机械蜘蛛，它的核心概念是什么？是清理，抹除违规实体。没错，就是清理。在这个被扭曲的世界里，它的外在表现形式变成了看似高端的数据蜘蛛，但当我的异能通过这个泡面盒作为媒介触发时，我把它的概念强行刷新回了最原始、最本质的物理形态。一个用来清理和抹除痕迹的最基础工具，不就是一块橡皮擦吗？也就是说，那些绿色的代码也不是什么电脑病毒，那只是你的身体在承受存在被抹除这一概念时具象化出来的伤痕而已。忍着点，既然科幻只是表象，那我就用最原始的方式来对付它。不是这块橡皮有效，是我的异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以前我只能凭空刷新，但现在因为我的身体已经无法承载整个世界的规则，我必须借助这种概念锚点。这个泡面盒是我在绝望中第一次觉醒异能的寄托，它成了我撬动规则的唯一媒介。什么人？林薇，好久不见，林远。不对，你不是林薇，真正的林薇已经被我刷新成了心智归零的孩童。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好久不见，林远。用你们现在的认知来解释，我确实不是那个贪婪恶毒的林薇，我是这个世界在5年前没有被你强行刷新出丧尸末日之前，那个最原本的对生活彻底麻木的林薇的概念体。概念体？你那场极其失败的世界重构，把无数个平行可能性的概念都杂糅在了一起。现在的世界，科幻只是它的伪装，本质上是一个各种初始状态互相吞噬的角斗场。你来这里想干什么？我是来帮你解脱的。你刚才也发现了，你现在的异能被压缩到了极致，必须依靠那个泡面盒才能施展。那是因为那个泡面盒不仅是你的锚点，也是这个错乱世界唯一的漏洞。只要你把那个泡面盒交给我，让我把它彻底毁掉，这个千疮百孔的错乱世界就会立刻停止运转，所有的概念都会归于虚无，再也没有末世，也没有挣扎。你管这叫解脱？这叫拉着所有人一起死？难道活着面对那些外面的怪物，看着自己一点点被同化，比虚无更好吗？我不管你怎么巧舌如簧，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把这个世界的规则重新刷新回正常的轨道。林远，你还是这么自以为是？你口口声声说要拯救所有人，那你真的了解你身边这些人吗？你什么意思？你既然已经触碰到了异能的核心，那你就不妨问问你这位最忠诚的护卫队长，问问他真正的初始状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陈雪，闭嘴！你不要再说了！为什么不让我说？你害怕他知道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人类吗？什么？陈雪，他到底在胡说八道些什么？5年前末世爆发的那天，你在一片废墟中被一群丧尸围攻，那时候你还没有完全掌握刷新的力量。你当时手里抓着一把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已经生锈卷刃的破铁剑，你在极度的绝望和求生欲中对着那把破剑发动了异能，你心里狂热地祈求着能有一个强大的人来保护你。于是在异能的极端催化下，那把破铁剑被赋予了生命的概念，它不仅被刷新成了最锋利的唐刀，还根据你的潜意识渴望具象化出了一个人形。那个人形就是我，我所有的记忆，我那所谓的在末世中死去的亲弟弟，全都是你的异能在创造我时顺便塞进我脑子里的虚假背景板。多么感人的主仆情深啊！林远，你的异能早就越过了死物和活物的界限，从死物刷新到概念赋予，再到无中生有创造生命，
你一直在玩弄这个世界的底层逻辑。现在那个错乱的世界正在修正这些违规的产物。如果你不毁掉那个泡面盒，不仅是我们，连陈雪这种违规诞生的概念体都会被世界规则极其痛苦地抹杀掉。城主，把我刷新掉吧，趁着我还拥有人类的意识，用你的橡皮擦或者那个泡面盒，把我刷新回那把破铁剑的初始状态，这样我就不用承受被规则同化成数据的痛苦了。不可能！我不管你以前是一把剑还是一块铁，这5年里你流过的血是真的，你保护我的心也是真的。你想用这种虚伪的仁慈来逼我放弃，你做梦！异能阶段突破，概念锚定。你居然强行把它的存在合法化了！我不光要让它合法，我还要把你们这些企图抹除一切的鬼东西全部清理出去。晚了，林远，时间到了。你强行锚定违规概念的举动，已经彻底触怒了更高层的规则。这间屋子真正的房东已经回来了。这是5年前那个我躲藏的废弃便利店，空间重叠了。你就是那个所谓的房东、记账人？我不叫房东，你可以叫我溯源者，或者是这个维度的记账人。你记的什么账？记你欠下的债。你真以为你的刷新异能是你自己觉醒的？在这个规则宇宙里，没有无中生有。你的异能不过是你从便利店里透支借走的一件商品罢了。借走的？既然是借的，那5年过去了，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收？因为他之前只是在使用刷新的初级功能，恢复物品、治愈伤口，哪怕是赋予生命，那都只是利息。但是就在3个小时前，他发动了世界重构，并且刚才又强行锚定了你的存在。一旦使用了这个阶段的力量，就意味着租期已满，必须连本带利的偿还。你要我怎么偿还？很简单，把你的自我概念交出来，也就是你的记忆、你的人格，你作为林远存在的一切证明。一旦你交出这些，你将成为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空白法则，用来填补你在这个世界捅出的窟窿。而那件被你称作刷新的商品，也将重新回到货架上。如果我说不呢？那我就只能亲自来取了。城主，我们跟他们拼了！别冲动，物理攻击对他没用。他既然是个讲究规则的记账人，那我们就用规则来打败他。你不是说这力量是我借来的吗？既然是借来的，只要我还没彻底还清，我就依然拥有这件商品的使用权。有意思，你居然能用那件商品抵抗我的手掌规则？不仅是抵抗，你刚才说异能的最终阶段是概念替换，那我就替换给你看。不管你是什么维度的记账人，只要你坐在这个收银台后面，你的概念就是这间店的老板。概念替换，身份倒置。我现在才是这家店的房东，而你只是一个欠我租金的租客。你居然敢篡改我的底层身份！既然你非要找不自在，那我就让你看看，你借走的到底是一股什么力量。你林远，男，编号9527，一个正在挣扎的虚假设定。这就是你的真面目？这面镜子映照的是事物最本源的设定。你看不到自己的脸，是因为你这个自我本就是一段随时可以被擦除的文字描述。你胡说，城主是活生生的人，他有温度，有记忆。那不过是你们为了让自己显得真实而强行打上的情绪补丁。既然你说我是虚假的，那你为什么要费尽心机来收走我的概念？因为你这个虚假的设定占用了一个真实世界的核心锚点，也就是你手里那个看似普通的泡面盒。林薇，我终于找到你了，镇住，别过来。陈雪，不用紧张，我不是来伤害你们的。你是从那面镜子里出来的，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才是真正的林薇，你记忆中最美好的那个部分。之前那个来找你的，只是我内心深处对末日恐惧的衍生品，而那个所谓的溯源者，不过是用来囚禁我的一个躯壳罢了。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是真的？你还记得5年前我们搬进那个出租屋的第一天吗？那天晚上下着很大的雨，我们连买伞的钱都没有，只能顶着雨跑回去。你把唯一的外套披在了我的身上，自己却淋得发起了高烧。第2天，你就是在那个狭小的房间里吃着泡面，硬扛过了高烧。这个盒子不仅是你觉醒异能的媒介，更是我们当初相依为命的见证。远，把那个盒子交给我吧，只要你把它交给我，我们就能彻底结束这场荒诞的梦境，回到最初那个虽然贫穷但却幸福的日子。城主，你清醒一点，看他的脚下。什么？你根本就不是人！为什么你们总是这么固执地追求所谓的真相？沉浸在美好的谎言里不好吗？
非要逼我撕破脸皮！他要改变这里的规则了，小心！现在起，这间屋里的所有对话都必须支付代价。你们每说出一个字，就会失去某人的记忆，灰雾会逐渐侵蚀你们的认知，直到变成木偶。无解的死去。城主，我们该怎么办？你感觉怎么样？我没事，只是感觉心里空了一块。等价交换，你说话不需要代价吗？我是这个领域的制定者，我的代价早就提前给了这片灰雾，你们只能在绝望中慢慢失去一切。单方面掠夺。城主，别管我，用你的概念替换攻击他。不，你是谁？我为什么会在这里？虽然我不认识你，但你散发的恶意让我觉得危险。你找死！别碰他！你既然说等价交换，那么概念替换，债务转移，我将陈雪流失的所有记忆全部作为债务，由你承担。不，这不可能！你凭什么改变我的规则？就凭我现在是房东。我不要变成一把剑，我不要当什么背景板。你刚才是在救我。不管你是什么，你都是我的战友。麻烦还没解决。刚才的灵威不过是那个溯源者抛出的诱饵。精彩，真是精彩的逻辑反击。你竟然懂得利用这间店的底层逻辑，完成了一次完美的概念转移，我很欣赏你。少废话，你到底想怎么样？我已经说了，我要收回你借走的力量。这只是利息的一部分。你难道不想知道，你刚才为了救他强行转移债务，到底付出了什么代价吗？你对他做了什么？你以为你转移的是记忆吗？是他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权重。他本来就是一个违规诞生的概念体，现在他的权重已经降到了最低。你看，世界已经开始清理他了。城主，我感觉我好轻。不，我不允许！没用的，这是世界底层的修正。刷新力量无法对抗这种抹除。既然普通的刷新没用，那我就来一次彻底的维度覆盖。你要抹除它的权重，那我就把这间屋子里所有概念都降级到无权重的2维。概念替换，绝对平面化。我不管什么后果。在这个纸面世界里，你的规则失效了。现在该轮到我来清算一下我们之间的账了。你休想！你以为你降维了世界就能逃避真相吗？我就是你，林远。我就是那个在无数次重构失败后彻底放弃希望，选择成为系统走狗的你。这不可能！我明明消灭了那个高维枢纽里的逃避概念。你消灭的只是逃避，而我代表的是妥协，所以就是为了逼我交出自我。在这个无解的烂摊子面前，妥协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你错了，我永远不会妥协。在这个平面世界里，即使是你，也只是一张废纸。我要刷新这个平面世界，我要把属于我们的立体维度重新抢回来。格式化，陈雪，快过来！我们该怎么做？唯一的办法就是赶在格式化完成之前，找到这个空间的避难所，把我们的数据存进去。原来如此，它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维域容器。陈雪，将你的概念核心全部向我靠拢。不能睡，绝不能被格式化。
这里是哪里？陈雪，陈雪，你在哪儿？吵什么？别把那些铁疙瘩招来。陈雪，你恢复正常了，你还记得我吗？你叫我什么？陈雪？那是什么古怪的名字？我们是底层的零件拾荒者，我叫19，哪来的什么陈雪？你一直抱着个破纸盒干什么？这东西能换几个净水筹码？发现无身份标识者，执行回收指令。该死，是清道夫！还愣着干什么？把你的EPM 发生器拿出来！在这个陌生的废土位面，刷新力量还能再次被唤醒吗？这是怎么回事？你刚才用的什么新技术吗？我什么都没做，那是溯源者或更高规则的追踪信号，他们追到了这个位面。少在那儿装了，除了那些高高在上的裁决官，没人能瞬间瘫痪一台青斗士。19，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关于希望之城，关于我。如果你再胡言乱语，我就把你丢在这片辐射区里喂沙鼠。我从有记忆开始就一直在这片废墟里，成不成的没听过。还有，别这么看我，我们才刚认识。好，我不提以前的事了。你刚才说这台机器人叫青豆夫，那他为什么要攻击我们？因为我们是没有身份编码的黑户，在这里，所有居民必须在内城的数据库备案。像我们这种边缘地带的人，只要被青豆夫判定为无价值，就会直接物理清除。判定价值？你是说这些机器人是通过评估价值来决定的？对，如果你那破纸盒不能换顿饱饭，下次再遇到他还会打你。如果规则是价值评估，改变概念价值就能撬动规则杠杆。该死，沙暴要来了，快跟我找地方躲起来！别动那些废纸，在这连净水都没有的地方，知识不过是垃圾。某些时候，它却能救命。这不可能！如果这里是重置后的废土位面，这张照片是什么？照片上陈雪为何穿围裙？你在看什么？什么不可能？这是谁？他为什么和我一模一样？她就是陈雪。你从小在这片废墟长大，这张照片怎么解释？我不知道，我没拍过这张照片。照片的字迹和幸存者日记的字迹完全不一样。19，或者说陈雪，大脑在骗你，世界的规则也在骗你。闭嘴，不要说了。哎，本来还想让这场戏多演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找到穿帮的道具。什么人？出来！不用这么紧张，林远先生。用你们术语来定义的话，可以称我为逻辑校对员。看来你们这帮规则制定者都喜欢个好听的名字。请坐吧，正好我也有些口渴了。你误会了，我不是来灭杀你们的，我是来修复 bug 的。这张照片是位面生成时遗留出来的漏洞，你管这叫漏洞？这明明是陈雪留下的真实线索。在这个由概念叠加和维度降形成的烂摊子里，你还奢求真实？你是不是一直觉得，只要你能唤醒他关于陈雪的记忆，你们就能打破这个废土的规则？难道不是吗？只要他的存在逻辑被修正，他就能找回他的力量。你仔细想想，如果他真的是陈雪，那他为什么要在那张照片背后用那么绝望的语气警告你不要相信眼前的一切？因为他知道这里是虚假的。错，因为照片上的人就不是陈雪，是你5年前为了填补内心的孤独虚构出来的一个完美的妻子。真正的陈雪，那个陪你出生入死的历任小队队长，一直被你关在那个泡面盒里。你胡说！我和陈雪并肩作战了5年，她怎么可能被关在泡面盒里？你怕面对那个怯懦甚至有些疯狂的自己，所以你把真正陈雪的记忆封印了。你把虚假概念当宝贝，却把为了你几乎消散的战友当成觉醒的媒介。打开看看，里面装的是一张纸，还是被你遗忘的灵魂？不要听他的，他在用逻辑陷阱扰乱你。不管我是拾荒者还是照片上的女人，我只知道他不敢直接杀我们，他只能靠说话来动摇我们。你很聪明，但这改变不了事实。既然你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就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来玩一场游戏吧。这个位面的核心规则是等价交换的赌局。我用我的权限作为赌注，赌你不敢打开那个泡面盒面对真相。你赢了，我就把照片的背景告诉你，并放你们离开。你输了，我就把你降级成一本发霉的书，让你永远在这儿。怎么，
不敢赌吗？你所谓的勇气，在面对真实的自我时，就只剩下逃避了吗？不能按他的逻辑走。我异能的本质是对概念的重新定义。我不需要打开它来证明什么，因为这个泡面盒本身的概念根本就不是什么囚禁灵魂的容器。概念刷新，绝对逻辑逆转。你刚才说它是容器，那我现在就定义它是一面可以反射一切逻辑攻击的绝对真理之镜。你居然敢在我的领域里强行修改概念参数，在这个由逻辑构建的虚假世界里，只要我的意志不屈服，我就能改写一切。你赢了，但这是因为你钻了系统判定的空子，这证明你刚才说话全是假的。既然逻辑陷阱对你没用，那就来看看你最害怕的物理现实吧。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位面很假？是不是一切都在针对你？林远，没有末日，没有异能，更没有什么废土位面。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切，包括这个拾荒者，都只是你重度精神分裂后，大脑为了保护你而产生的幻觉。你已经在这家精神病院的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了整整5年了。林远病人，请你保持安静，该吃药了。接受现实吧，你只是一个逃避生活、躲在幻想中不肯醒来的可怜虫罢了。难道这一切真的只是一场梦，都是我的臆想吗？也许我真的该醒了。如果这里真的是现实的医院，那你怎么解释刚才我听到的那声废土天穹之上的钟响？什么钟响？那是医院的下课铃声，你听错了。你慌了。如果是现实世界，医院的铃声不会引起空间波动。你这个用谎言包装起来的囚笼，依然有着无法掩盖的漏洞。除了靠谎言瓦解我的意志，你们难道就没别的手段了？你真的很顽固，林远。但你以为打破了这个幻境就能赢了吗？我本想让你在梦境中离去，既然你非要面对残酷的真相，我就成全你。去推开它吧，推开那扇门，去看看你一直在逃避的真正的初始节点。当你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所有的规则都想要抹除你。门后绝不是什么美好回忆，但已经没有退路，必须直面恐惧，才能打破逻辑思索。哎呀，你终于来了，我的完美数据实验体！你来的正好，我刚刚成功的剥离了它最后一点作为人的情感代码。现在只要把这些代码注入到那把破铁剑里，我们就能创造出这世上最完美的、绝对服从的机器了。竟然是我，在这个所谓的初始节点，亲手用实验剥离出来的悲惨产物。